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哎，你们看我有没有瘦一点了？我已经成功减下了就算是7斤吧，还不到8斤。我会继续努力的，争取在明年夏天穿裙子之前瘦成魔鬼身材。好吧，今天的重点不是想说减肥，就是前2天我看见一篇文章，然后那个文章上说可以不用揉面就能做出松软的面包，就是说是真的不用揉啊，就是材料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发酵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方法真的行的话，那我们做面包不是就轻松了吗？所以今天我打算试一试，好吧？那我现在就开始啦。先把所有液体材料和酵母放在一起，混合均匀，油也要放进来。然后再加入所有干性材料，面粉盐、糖之类的，继续混合均匀。我还特意用了点南瓜泥，南瓜泥不是会更软吗？就这样和拢匀了就行了，不用手揉。然后给它先在屋里发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等它稍微变大了一点点，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去。说是放在冰箱里不要超过3天，3天之内任何的时间都可以拿出来操作。我这个是在冰箱里发了2天，已经发的挺大的了。然后现在是给它稍微揉1分钟，在桌子上撒点面粉，少量就行，不要太多。然后把面团倒出来。哎，这个跟咱们的炝面馒头方法是一样的吧？说是稍微揉一揉，就揉1分钟就可以。我可没只揉1分钟，我差不多揉了得有3、5分钟吧。就揉到这样了。然后说都不用松弛，直接整形。我整了个吐司，发的特别慢，发了2小时才发到7分满左右。烤完以后稍微长了一点点。再对比一个好好揉面的，揉出光滑的膜，差的还是挺多的。然后我想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适合做吐司的，做一些普通的面包应该是可以的。就按以上相同的方法混合了一个前些日子发过的那个德国大面包，也是在冰箱里放了2天。我连整形都不需要了，这个造型直接发酵正合适。发到摁下去还有一点回弹，然后就放到烤箱里烤了。看长发其实长得还是挺多的哈。但是这个跟我之前做的那个比还是小了一圈，这个割口都没有变平，而且我感觉上色也没有那个好看。面揉好了对上色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切开看看，我觉得它的组织还是差一些，虽然也比较松软。上次有人说我那个面包就是烤馒头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烤馒头，吃着也完全没有面包的风味儿，是跟烤馒头一个味儿。从以上对比结果来看，要是想做出松软好吃的面包，还是得好好揉面才行。其实我们仔细想想，如果想做出松软好吃的馒头，也得好好揉面才行呀，对吧？哼，骗子！哎，不过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，用它做馒头，我觉得应该挺不错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想试试？试完了告诉我啊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关注。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